朋友们，现在我在毕节大方的这个深山里，然后这个对面山上这里啊，发现有一户人家居住在这个位置，但是我都不知道他家的路是怎么去的哈。本想去探寻一下呢，但是根本就没有看到有路啊，所以只能无人机飞过去看一下喽。朋友们，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毕节大方县禹冲乡的油沙河村，也就是刚刚我们无人机看到的这一整片的村庄呢，都是集体搬到这个村上去了，整个一片就是无人村。那我们看到那些房子包括土地全部是荒废的，没有催耕还林啊，就是荒废的。我们目测了这一片呢，最少连片也有几千亩。我觉得这个地方可以发展点什么，特别是养殖。如果朋友们有兴趣的呢，你们可以直接过来这边看一看啊。我已经向村民问过了，并没有退耕还林，都是自家搬迁之后呢，土地就丢荒在这里了，实际上是可以使用的。对了，最后再跟大家说一下，这里的海拔呢大概是1500米左右啊。那么它的毛公路呢是通到村组里边的，大家可以看到村里面有挺多的这种废弃的古木房，那可以把它开发做成民宿，包括做康养项目等等。那么整个村呢可以进行封闭式的一个管理，我觉得这里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发展空间。下边呢是一条河流，那么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你们觉得这里适合做什么呢？有这种项目适合这里的呢，大家可以自己过来看一下。
大家好，我是乡村阿泰。这个视频呢，我们接着上一个视频说现在呢，我们就赶往这个连体山洞另一边的洞中人家去这边的详细地址是播州区乐山镇新土村的陈村坝主。大家看一看现在我们已经到这里的洞门口了，确实下面住着一户人家据说这一家人呢已经住在这里5、6代，100多年了而且这个洞的另一个出口也同样住着一户人家，大家可以去看我上一个视频现在呢，我们就走进里面去看一看它这个洞口是比你那边大点我就想看他走哪点走你那边过去。大家看一看，这个就是里面的一个详细的一个情况这个前面开着3个门的呢，这个呢是他们的厕所我们再往里面去看一下，有那个猪圈，还有牛圈都是在这个山洞中的。也就是说，它所有的家禽都是喂在这个山洞里面的，而且这个猪圈也不用盖这是天然的优势。现在我们往这个洞里面去看一下前面这位小哥呢，也同样住在洞中，他呢是住在这个山洞下去的另一个出口然后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叔叔呢还自己在酿酒这些全部是酒缸，里面呢装的全是白酒因为他这里还是比较出名的，所以说他卖白酒呢也卖得不错。然后这些树木呢就斜斜的放在这个石头上面我个人感觉还是有点危险的。可以从这个洞口下去从另一个出口出来呢就是小哥那里了，但是要走2个多小时现在我们进房间去看一看有没有人在家说正在吃饭，只要准备吃饭对不对？我没来过，我听他们好多人说我还没来过，我第一次到这儿来。你们摆这来住好多年的呀？8多年。也8多年了有。不是你这边搬进来了，等于之前就搬进来了。你们是搬进来的。你的姨们是不是就搬进来的？哇，这是在这住100多年了都。现在都是你们2个人在这里？20多。那你这里我看这里是最矮，它那个像比如说涨水这些，它水都要走这流是走这流它从哪流下去？就是这个洞口流下去。房子被坏的这小水树大了嘛，站一头一个小围的话，你们连平地都还要过去是。而且现在它这是小水树大，你如果小水树小了，你都不敢入住。我来他那个30多年了，你也看到长好多水，水涨也不大有一年大得很了，黄鸭上那个山都逮一大个螳螂，像起身了嘛。那个树上都冲走几路远，他在我们门口来有人家他就不大你们现在就是三个人5个都是3个，我们4个都8个人。家人在外面，你几个孩子有4个4个娃儿得3个都走成了走成了是我们有3辈人6个主人。那个生了1、2个。在外头你们在外面打工我跟叔叔聊了一会儿天他一共4个孩子都成家了，现在住在这里呢，做一点农业再酿一点酒卖，然后呢搞一些养猪养了几个牛生活是没什么问题也没什么负担这个日子过得呢是蛮清闲自在的。他跟我说，其实政府呢一直都在叫他搬迁但是他自己根本不愿意搬出山洞确实是住在这里100多年了，哪有说搬就搬的，对不对？他住这个地方呢是整个地块最低的地方，我其实担心他这个地方涨洪水怎么办但是他说洪水直接从洞里面流下去了，里面是有暗河的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如果大家喜欢阿泰的视频，记得点个关注哦。